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李沁梦中的那片海热播，没想到引来最多争议的却是他。从《楚乔传》到《平凡之路》，一直以来，李沁都是一个有颜值有演技的女演员。但是纵观《平凡之路》和最近的《梦中的那片海》，才发现李沁已经陷入职业瓶颈，而且难以再突破。干瘪的形象撑不起女主的戏。《平凡之路》里，李沁饰演的是一个没文化、只会干活的陕北土妞，干瘪、瘦弱，虽然被吐槽，但是也算说得过去。但是在最新的《梦中那片海》里，李沁饰演的可是部队大院里同副司令员的女儿，但是她凹陷的脸颊、畏缩的神态，却宛如《平凡之路》前期里的乡下土妞，让人费解。49城里，部队大院子弟和混混们可是旗鼓相当的对手，斗兵、打架、争面、惹事的种。他们这批年轻人大多敢爱敢恨，敢狠敢勇，就像叶国华大马路上看到漂亮姑娘就猛追不防，像肖春生为兄弟可以单刀赴会，对挑49城里的混混玩主齐天，主打的就是一个敢爱敢恨，江湖义气。女生中就像是李沁饰演的童小梅的好朋友叶芳，面容饱满，口齿伶俐，上能对父母，下能压制兄弟，有一股干净飒爽之气。而李沁饰演的童小梅看起来扭扭捏捏，绵绵软软，藏藏掖掖，宛如江南来的林黛玉，与女配相形见绌。梦中的那片海里，女配的性格分明。贺红玲出身知识分子家庭，音乐世家，但是因为特殊的年代，生活过得并不好。她每天靠给菜站搬白菜维持家庭开销，虽然日子清苦，但是贺红玲明面骄傲。大马路上看叶国华对自己一见钟情，苦苦追求；滑冰场上欲拒还迎，对肖春生目光灼灼。不会因为自己的家境就觉得配不上大院子弟，相反笃定、自信，还有自己的喜好和选择，符合一个北京大妞的人设。女三陈芳有家庭介绍的男友陈涛，也有自己喜欢的男生充军。她可以直言叶家有我一个联姻的就够了，也会一针见血的对大院子弟肖春生指出，别自作主张的让给我哥，别让我哥恨你。肖春生和叶国华都喜欢上了明艳自信的贺红玲，肖春生更误以为贺红玲是那个图书馆里看书的女生。童小梅知道不是，却不说。在梦中的那片海里，不管是人设、性格还是人物形象，童小梅都远不如女配，就像是部队大院里的异类。她这一次能延续《平凡之路》里的口碑逆袭吗？2梦中的那片海，李沁演技如何？童小梅完美人设，让观众心疼。梦中的那片海，李沁扮演童小梅，是大院司令家的女儿，从小就想当医生。在没有恢复高考之前，自己在医院做护士，特别喜欢看书，性格温柔，在我看来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女孩。肖春生先遇到的女孩是童小梅，可惜他们没有碰面，只有小梅知道那个跟自己一样偷偷看书的男孩是肖春生。他们在现实中的第一次见面，肖春生看起来对小梅很不熟悉，只知道她跟叶芳要好，是一个特别安静的女孩，跟他们这些皮小子不是一路人。但是小梅就开始出现在肖春生的圈子里。我们都知道，小梅是喜欢肖春生的。肖春生爱上了贺红玲，童小梅算是见证者之一。为了成全肖春生跟贺红玲，小梅让出了自己能去文工团的参军名额机会。她本来是想着这样肖春生就可以跟贺红玲一起参军，两全其美，但没想到肖春生政审没通过。在肖春生最消沉孤独的阶段，是小梅作为朋友在他身边，每周都去给肖春生的父亲量血压，
给她做饭，陪她看书聊天。小梅如果仅仅只是善良，不会做到这种程度。她还是喜欢着肖春生的，当然这份喜欢她隐藏得很深，没人发现。肖春生获得了入伍资格，父亲认错了人，把小梅叫儿媳妇。肖春生跟小梅说了一些话，让她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复习高考，不要被自己家的事情牵扯太多时间。话里话外都是说小梅跟他们不是一路人，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小梅应该去找更适合自己的朋友圈子。肖春生是聪明人，他大概也感觉小梅对他过于好，所以说的这些话算是劝退。但是小梅却说春生也是自己前行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，这个评价很高了。我觉得任何人看到同小梅这样的情感，都会希望她能够在未来的偿所愿。同小梅充分挤压自己的业余时间，去陪伴照顾肖春生的父亲，但是肖叔叔却稀里糊涂叫他小贺。那一瞬间，小梅的眼眶红了，整个人定在那里。这一刻，小梅大概是在替自己不值吧，自己到底在做什么？怎么就成了别人的影子呢？李沁是不错的演员，今年还看了她的人生之路，她在剧中扮演的巧珍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女性角色，会让作为观众的我们产生一种共鸣和怜爱。同小梅这个角色也一样，也许是李沁的形象气质中就有一份倔强和温柔相融合的感觉，她特别适合这样的角色。现在看剧情的走向，还是希望小梅可以考大学，深造一下，未来做个好医生，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标。当然，我也期待看到肖春生知道书签的主人是小梅时，他会是什么反应。3. 连看12集《梦中的那片海》，细扒故事情节，同小梅眼里全是爱意。为兄弟两肋插刀的肖春生，把喜欢隐藏于心的同小梅。这是最近央视推出的新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，海是什刹海梦的起点。最近这部引起了大家的热议，有人说这部剧是《血色浪漫》的翻版，因为这部剧和《血色浪漫》有着相同的背景，都是70年代的北京，同样男主都是大院子弟的领头人。还记得在《血色浪漫》刘烨饰演的钟跃民，要比肖春生更有痞子感和浪荡子气，并且天不怕地不怕，反而肖战演的肖春生要文气不少。不过这样看起来，反而更接地气，遇事更理智。肖春生并且处处都为别人着想。如今这部剧已经更新到了12集，每个角色的线路基本上都已经明朗。开篇的兄弟情谊，在这部里面，我们看到了肖春生的担当。在什刹海溜冰场上，一群大院子弟在这里溜冰，没想到会被街上的二流子盯上。为了给兄弟找回面子，首当其冲。虽然第1集架没有打起来，但肖春生这个角色基本上立住了，以至于到后来，为了帮助陈红军及时参加高考，替他挡雷，被一钢管穿透了手臂。为了梦想各自努力。在这部剧里面，每个角色都特别鲜明，都各自有着自己的梦想。比如曹佩然扮演的贺红玲，剧情一开始，好几个主要角色都在围着她转。不过后来和肖春生好上了，这也许是人生之路重要的一步吧。曾经喜欢人的不一定能走到最后。从贺红玲到部队的那一刻，肖春生和贺红玲命运就已经发生了转变。最后二人分手也是必然。这部剧透露的官配还是我们的女1号李沁主演的童小梅。童小梅眼中对肖春生满满的爱意。李沁饰演了一位外表柔内心却十分坚定的女孩童小梅。在剧一开始，从翻窗学习，李沁就演绎出了书生气，总感觉童小梅是那种文文弱弱的女孩。其实认真看的话，童小梅这个角色可以算是神来之笔。面对自己的人生之路，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面对爱情，她没有急于表达，只是把它藏在心里面，
但偶尔又会从眼角流露出来。